一天，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Sandra。在未来银行有我们的现金，各位用智慧来提款。今天主题是什么呢2024最强金钟特辑。哎呀，欢迎5位哇，恭喜5位，恭喜你们！我们会连续办3周，每个礼拜4都是我们金钟的特辑啊。对，我们连续3周哈，2024最强金钟入围者，大家一起来斗智试一下。来，首先介绍陈君章，你好。还有蔡一凡。为什么2个一起介绍呢？因为他们一起入围了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，是哪个节目啊？欢迎收看。立马帮帮忙，好有事吗？法律的节目，法律的节目，对，这跟谢振武做的一样吗？还是没有，不一样。针对就是原住民，他们比较偏乡嘛，资讯传递没有那么方便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节目给他们一些法律的尝试，不要被骗啦，或者是反过来让大家对原民也没有那么多刻板印象或标签这样。所以原住民也会有很多法律上的问题吗？比如我举个例子啊，原住民他们有保留地，他跟我们汉人的土地其实土地制度是分开的。那怎么样保障他们的土地可以代代传承？这个就是我们节目非常追求的一个目标。来，张立东，嗨，勇哥，您入围的是那个我入围什么？益智跟实境主持人奖，就是我们这个奖啦，他卡到我们一个名额啦。对啦，可以先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对，我们是益智，也是实境嘛，实境卡一个。立东第一次入围吗？对，第一次入围，哇，生平就是演艺圈耕耘10年，终于啊，对，应该10年了，辛苦了，那这样10年磨一剑，对，10年。是啊，我们今年让我了。这个是蛮有机会的啊！来，接下来介绍德仔。嗨，德仔。嗨，行长好，乡里好。那把声音真是好听。是广播金钟艺术文化节目奖。是。恭喜入围。他的声音很迷人啊。对。这次比较特别，是以 podcast 入围的。对啊。对，也是第一届广播金钟纳入 podcast 节目。来一起设立了4个 podcast 的奖项，越来越多元化了。对，也预祝你得奖了啊！预祝了，谢谢行长。接下来介绍这位美女雷佳瑞，我好喜欢她演的那个剧集。印尼对，愚公吗？她就是8尺门的辩护人，真的她演的好精彩，我真的去 Google 她是不是真的是印尼人？因为演的太像了。不是。为什么找到你啊？因为其实我算是去救火的，就距离到开拍我只有经历2-3个礼拜的准备时间。对，因为他们本来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拍的时候疫情，所以他们本来有找了真正的印尼演员，但是因为过不来，对，所以算是临时救火。对，你知道吗？那有疫情时间，很多印尼工、菲律宾都进不来啊。对，那台湾非常缺工啊，那时候说建筑的也好。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说进不来，就是他运气来了。对，但是你真的演的超级像，你是怎么揣摩他？尤其那个讲话。其实我那时候有特别到台北车站，就是我去找就在那边包着头巾的穆斯林，然后我就去跟他们交换 LINE， 然后我就是去交友软体，然后晚上跟他们通电话。学印尼话啦，只是学他的腔调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还有另外的印尼籍的应该说是他是印尼华侨，然后有教我印尼文跟爪哇文的部分。然后早上跟晚上我都，因为我要演一个穆斯林，对，所以我自己在家就是用3个礼拜到杀青结束前。我都每天做礼拜就是跟他们完全融入，这样就是把它融入到我的生活里面，然后变成自己的一部分。戏都拍完了，会不会去不掉？你现在每天还在？现在没有了。有戏拍完之后，其实有一阵子拔不出来，因为我们的你还会做穆斯林的动作，那些拜拜会有一些习惯动作。那口音是不是一开始有时候会不小心回不来啊？对，那时候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吧，公司的人还跟我说，你怎么讲话还有一点印尼的口音。对，太精彩。你们讲几句印尼口音，我们听听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雷佳瑞。雷佳瑞，那个你家里事有没有做完啊？没，快了。快了就马上回来了。你们这太呆。是，我们给5位的掌声鼓励一下。恭喜你们！现在预祝各位得奖了啊！对的。介绍2位专家：知性气质主播赖佳颖主播，你好。主播好。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鹏老师，启鹏老师好。来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。
第一回合，请 Sandra 讲规则好，。这一回合呢，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奖金，抢答之后轮流作答，每答对一个答案是3000元的奖金。那6万元要抢完为止，或是2道题目轮完为止。好，首先呢是由赖佳颖主播举圈或叉，Sandra 请出题。总是久坐想脚本吗？你知道久坐会对健康造成哪10大疾病风险吗？请抢答。雷佳瑞说，性功能下降。哎呦，不知道，非常从你嘴巴讲出来有遇过吗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带着那个天真的笑容，性功能下降。因为感觉坐着，然后下面就下降了。这个 Lanky 啊，性功能下降对我中。恭喜答对了。真的假的？男生吧，女生应该还好吧？你要做久，你会性冷感。为什么？对啊，因为做久麻痹了嘛，你不会有性还冷感。好吧。那男生也会哈。男生这边卡着是不那个来，是？请加3000。哇塞，好惊你想讶！这答案是从他嘴巴讲出来的。对啊，要我们跳痛哦。要是张立东讲，就变下流无耻。加入的话可以。来，金英文。军伟，好，我觉得应该是肥胖，哎呦，因为我就想到一个英文，它叫做 couch potato，对，就是躺在沙发上这样，哦所以应该是肥胖吧。哎，对火手，恭喜答对有了。的。请加3000。一凡，我觉得久坐像女生会翘脚2郎腿，应该会有那个脊椎侧髋关弯吧骨跑？位的呢。对啊，就是整个这类的骨头都歪骨头体。对歪歪，恭喜答对有了。来，的。请加3000。立东，因为我是全民禽兽，我对女生比较了解，所以如果久坐的话呢，女生最不希望的就是被看到静脉曲张。哦，哦，久坐还久？站啊？久坐啊，我怎么觉得久站？久坐也会，因也会为你的血液都塞住了塞住了，循环不了。久站也不行哦，久坐更不好。对火手，恭喜答对也了。会哦。请加3000。所以人家说打麻将要起来走一走，我站着打不行吧？不是啊，你打了一圈要出来，对啊不要一直坐在那边一直打啊。嗯来，德仔，刚刚立东有讲到那个久坐，血液都会堆积在那边嘛，对所以它就造成血液循环不良。血液循环不良产生血栓，它就可能在身体各部分造成中风的结果。哎呀哦，对火手，恭喜答哇，对好可了。怕哦，大家。来，请加3000。嘉瑞，我觉得刚刚提到肥胖，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就是肠胃消化不良，哦，哎呦因为可能长期坐着就是肠子在这边积着，悠着这样。对，它就没有办法拉开。消化不良，对火手，恭喜答对了。哎，请加3000。我觉得因为平常我有在运动啊，所以肌肉会稍微结实一点。但如果我常常久坐，应该会有肌肉松弛的问题。对火手，恭喜答对了。来，请加3000大。家感觉都对久坐很有研究。对啊，因为大病都很多。流失肌肉最快，建立比较难。因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我们常常坐在那边打书状，啊所以我们的很多文明病非常多。哦，对相信。一凡哦我觉得久坐就是没有运动嘛，没有运动可能会有点忧郁吧，心理上哦，忧郁，忧郁症。哇塞，对火手，恭喜答对了。被讲掉了。不是啊，所以你说那个坐在轮椅不方便的人，他一定很无聊嘛。对啊，对啊来加看着窗外3000都会流眼泪。加3000。立东，久坐的话呢，因为他坐很久，对不对？对所以在拖时间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塞在那边的话呢，是的塞在哪里因为有些老人他就是坐着会睡着，那你的如果你晚上就会睡不着，所以我觉得久坐有可能会失眠。哦，有可能。失眠，对火手，恭喜答对了。请加3000。但是这个哦，我可能要补充一下哦，在这边如果失眠这个答案是没错的，那也有可能像刚刚来宾讲的这个状况，可是他有可能是因为他久坐之后呢，他身体的水分没办法传递，但他一躺平的时候，他水分开始在传递的时候，就可以睡了。对，但是他可能会刺激到他的这个上呼吸道，产生了呼吸中止症，你的呼吸可能会变慢，或者说忽然没有呼吸，你自己会被惊醒，所以可能会引发失眠。在这边的话，失眠的这个原因大概会是这样，不是这个影响下午睡太多，OK。但是因为答案对，所以我还是给他过。不小心蒙对了。他是答对了，但是原因常常不是很顺畅。也可以。来，德仔，久坐的话会影响新陈代谢，然后它的代谢可能会产生代谢症候群，那也就是糖尿病。嗯，哦，糖尿病对火手，
恭喜答对了。最后一个答案嘞，哎，请加3000，厉害哦，全部都一样的奖金啊，有没有一个人都答对啦？是，那有补充的吗？是看来大家对久坐真的都很有研究。刚刚提到代谢症候群，其实是因为久坐的时候，你的胰岛素开始上升，你会阻断你的葡萄糖的吸收，那它对于你的代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。那另外也有人说，就是当你久坐超过30分钟之后，你血液的这个灵活程度、流动的速度会下降70%左右，你的血液开始变粘稠，你的心血管可能会开始栓塞啊、堵塞啊，所以高血压、中风的几率就开始提高了。那久坐最久的国家是谁呢？其实是日本人，他们每个人每天平均久坐了7个小时。第2名是阿拉伯人，第3名其实就是台湾人。台湾人统计起来每天平均久坐超过6个小时以上。那我们来打个比方好了，如果你今天久坐超过11个小时，跟久坐4个小时的人来比，你的死亡几率会高40%。如果你久坐8个小时以上，跟4个小时的人来比，你的死亡几率可能会增加15%。所以久坐其实会引发相关的疾病，风险都会提高，是蛮危险的。不要在这边说啊，录影这样一直站啊，或者什么腰酸背痛啊，珍惜这个站的时间。站也是要走动啦。对，走动。所以我们说久坐跟久站就是活动是有原因的，要活就要动，每30分钟起身换个姿势动一下，都对身体健康比较好。那我们主持节目就跟艺术走动好了。哎，下面题了啊，看一下了，还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你答案好，那我们来宾要互相交换吗？所以诸葛亮才会这样。监考老师啊，对，类似是。接下来的题呢，我们是由我们陈启蒙的老师来举前或沙拉，来，请出题。录节目的时候呢，适当的使用状声词，可以让你的表演更生动哦。请问，形容声音的叠字状声词有哪些？请抢答。好。嘉瑞，我全部人都忘了要抢。对，呱呱看来我的叫，代谢比较慢。呱呱叫啊，呱呱叫。我们他对我讲成呱呱叫了哈。呱呱叫，对我说。答对了。有的。请加8000、3000啊。因为我们在那个有时候会听到一些生物的声音，所以我会选择呱呱叫。生物是生物，你到底在？生物。第一题讲性功能，第二题讲射护线。生物啊。对，生物。好嘞，来陈燕。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嘻嘻，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用网络文哦，然后就搞笑，嘻嘻哈哈的嘻嘻，对，就加一个嘻嘻，嘻嘻这样，嘻对，对我说，答对了。这题太简单了吧？嘻嘻哈哈，嘻嘻哈哈，对，所以我这边说明一下。嘻嘻哈哈嘿嘿吼吼都不要用了。OK， 用了，下水又不行了。来，请加3000。对，来，一凡。我觉得像大自然那个潺潺流水，潺潺流水，潺，对我说，答对了。来，请加3000。所以。嘿嘿不行，嘿嘿不太一样，不行啊，宪哥的嘿嘿不行，不行。那就难一点好了。好，那个啧称奇，啧嘛，对我错，答对了，哇塞，厉害呢，加3000。啧，朗朗上口啊，朗朗上口，对我错。答对了，来，请加3000。这是个什么声音啊？朗朗。朗朗其实它就是形容你的声音啊，就是讲的很响亮的样子，对，就跟铃声。所以我们有一些人呢，说话很响亮，就会用朗朗这样子。哦，朗朗，懂了。哎，嗖嗖，风的嗖嗖叫，哇，冷飕飕。答对了，有的。来，请加3000。这个印尼人好厉害哦，都不知道。很了解哦。来，汪，因为我们家有养狗啊，撞生词。动物的可以是吗？对啊，可以吧？汪，对我说。答对了，因为动物太多了，什么汪喵喵，所以动物的也不要了。动物的不行啊。汪喵喵会出来了，不行啊。堂长，我有先跟老师先 talk 过，就你害大家的，来加3000，又加3000。这样很偏心哎，老师。还有9000哦。啊，一凡。动物不行，那潇潇好了。
潇潇雨声，潇潇雨哦，声，有小小雨歇。有来，潇潇对我说，答对了。来，请加3000。律动好，壮丽哦，我常常会喃喃自语。喃厉害哦，的感觉， murmur 对了，对，喃喃自语，答对了。来加3000。哇塞，最后一个名额了，德最后了，仔。德仔，最后一个名额，对，对，一个3000了，只剩3000。那应该要讲一个厉害一点的。是自己讲哦。所以是铿锵，铿青锵，莲的铿锵，玫瑰的铿锵，锵锵，要叠字，要叠字，要叠。对，我们玩到现在沙沙都在玩。作响啊，哦，莎沙沙树叶摩挲沙的声音。沙对我说，答对了。有的，就是今年有入围那个汉演的莎就是他莎，加3000。哎，这种别字还蛮多的，奖金都被抢光了呢。老师有补充的吗？对，我们其实，在大自然有很多的声音都是拿来形容，特别在诗词里面很多，像譬如说关关雎鸠，关关就是鸟叫声，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。那不过这个萧萧也可以拿来形容马叫的声音，所以有萧萧马鸣声。那像我们人出生有很多都是这种状声词，像比如说呱呱坠地，哇哇大哭，嗷嗷待哺，牙牙学语，通通都是。对，多哎。还有那个唧唧复唧唧啊，木兰当木兰啊，对，对，也都是。还有我的小名啊，什么？健健啊。你小名叫健健，哎，对，好适合你啊，健健。谢谢谢谢。渐渐。渐渐是什么意思？是水流声嘛？就是它是形容水流的声音，所以有一首诗叫做什么黄河马就是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，那个其实念溅溅。溅溅。不是啊，所以那不是我小名，我小名是渐渐。 OK。来，我们宣布他们奖金。好，这回合呢？哎，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12000。哇，所以就是每个人都入围了。对啊，每个人都入围。哎，难怪很能分高下了呀。是哎。来，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赢者全拿，Sandra，请讲规则。这一回合呢，同时作答 A、B 2个选项，答对的话累积奖金，每个人代表1000元；答错的话，此轮就淘汰。那每一轮呢，最后留下来那一位呢，可以把当时账户里面累积的奖金哦，金库的全部灌给自己。是的，来，总共进行3轮，第一轮 Sandra 请出题。台湾最早火红的烹饪节目是傅培梅时间，请问是因为它产生了什么泡面？ A 有肉的泡面 ，B 有酒的泡面，请作答，请作答，请作答。一白样带着坚定，请作答。好，通通选的有肉的泡面。对，好像有酒的是后面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近10年才有酒，就是花雕鸡酒的那个泡面嘛。对，什么绍兴的花雕鸡，哦，今天刚出来卖的很好啊，抢光。对，哎，可是你们年纪这么轻，怎么知道傅培梅？我只知道肉臊泡面。哦，肉臊泡面。对。对啊，傅培梅大概都没有人看过吧？有啦，有我是这个年代，年纪都看过了。对啊。立冬呢？没什么印象。对。对啊，他这种年轻应该不知道，傅培梅是我们那个年代比我们很早的一个烹饪的老师。然后是穿着白色，然后头发短短的，对吗？卷卷的。对对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有肉的泡面。是。本来啊，我们的泡面呢都是没有料的汤面，一直到1983年呢，出现了第一碗附有肉块料理包的满汉牛肉面。那时候就有了。对，1983年，原因是因为啊，我们本来台湾社会都觉得说吃泡面不营养，所以泡面公司呢特别跟傅培梅老师哦，请他指导，所以调配出第一款有肉料理包的泡面。是这样来的。哇，台湾的泡面很好吃哎，好吃啊！满汉全席又吃到那一块一块的肉，真的。而且有麻辣的味道那种，很好吃。来加5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不止人会听广播，动物园的无尾熊也会听广播。请问，为什么动物园要播广播给无尾熊听 ？A. 帮助进入睡眠 ；B.
降低对环境变化的敏感。请作答。哦，一凡，你选择的是？最后我选 A。是但不见得啊，搞不好你选哪？因为我是妈妈，我觉得要让小孩或者是毛孩进入睡眠，需要一点白噪音。然后广播的人可能是他熟悉人的声音，可能会帮助他比较有安全感吧。那降低对环境呢？陈俊呢？我会选 B， 是因为它题目特别说是动物园里面的无尾熊。那大家去动物园看，大家都会看到动物都会在那边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所以要让它习惯有人的声音。所以我猜是 B。立冬，因为无尾熊本身就是睡眠时间算很长的，所以它不需要人家帮助它睡眠。有道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B， 就是让它习惯，就像他说的，习惯人的声音，然后呢盖掉那个嘈杂的声音。对啊，无尾熊。永远一直吃安眠药嘛，他尤加利树就是做安眠药的。对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他吃的那尤加利树是做安眠药的成分。难怪他，因为像我们那个精油都有尤加利叶的舒眠的感觉，对，所以他永远就他其实是一直吃，一直变，永远在睡觉的。那偶尔大量服药，这样就好了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第一，降低对环境变化的敏感。北市呢的动物园里面的无尾熊，几乎从早到晚都听着广播，而且非常的 international， 连英文的广播都有哦。那是因为无尾熊它们比较容易焦虑，它们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比较大，一紧张耳朵就会竖起来，然后背会拱起来。非常的紧绷，所以呢，让他们要放松下来呢，就是让他知道环境中一直都会有声音的，让他 relax， 那类似白噪音的功效。哎呦，如果我在那边当假扮无尾熊，可能3个月英文就进步很大了。也不会吧？一直在听英文，你不会，因为你都会出来跟大家社交，你是社牛。喂，来，请访问休息。来加4000，久坐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主持人的英文又称为 MC， 请问英文中 MC 代表什么意思 ？A. 仪式的掌控者 ，B. 麦克风支配者。请作答。哎呦，分2派了哦。德仔，你选择的是 B。对啊，我一直的理解都是麦克风支配者，我不大确定它的简写是什么 ，What microphone controller， 或我不大确定它的简写，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包含在什么 hip hop 的场子里面的那个 MC， 或者是在舞厅里面的也有 MC， 都是在掌控麦克风的那一个人。立冬，我也觉得是这样，除非可能他有更久以前的意思。可能是某一个仪式的掌控者，这我们可能不知道。那选择君伟是选择 A 哦。我会选择 A， 是因为其实刚刚德仔讲麦克风掌控者，原本我想选 B， 可是我想主持人不一定都有麦克风啊，有时候他也是现场直接用人声讲，所以可能不会是 B， 可能会是 A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仪式的掌控者，其实呢 ，MC 是 Master of Ceremonies， 就是仪式的掌控者的缩写，那也就等同于我们中文的司仪啦。那英文呢又可以拼作 EMC， 这之后才指活动的主持人。好，2位请休息。来加2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讲话没有抑扬顿挫吗？请问？讲话声音太平，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？A. 肩颈紧绷 B. 气息不足。请作答。哎呦 ，Larry 选择的是肩颈紧绷。对，因为我用删去法，我觉得气息不足反而更多的抑扬顿挫。气息不足会有更多的抑扬。所以我会选择 A，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肩颈已经开始紧绷了。对。我选择 B 是因为我小时候有受过演讲的训练，然后老师第一关会淘汰的就是讲话声音太小或他的抑扬顿挫不足，就是他的气比较不顺。我是凭我个人经验的，但不知道对不对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肩颈紧绷，那
那现在是网络世代嘛，大家都一直在用电脑啊，或是 Pad 啊，或是用你的手机。那很多人都这样子圆肩跟驼背的这个概念。那你肩颈紧绷的时候，你这边用力，脖子前倾的时候，你核心就会没有力量。那我们有时候抑扬顿挫，讲话比较洪亮，需要腹式发声法嘛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就很难这样做，所以你声音就会变平了。所以我们人因为现在肩膀都往里缩嘛，对，那不好看哈。你自己可以检查，从这边斜过去，对，如果有凹槽的话。就表示你这外翻了哦，知道吗？最近我去看复健科，他叫我们，你这样斜上去哦，你就这样斜上去，对，对不对？会 K 到嘛？会 K 到，K 到就不行，对不对？ K 到应该是要顺的。哦，可是谁会真的？对啊，不是，因为你已经习惯看嘛，你看习惯这样压嘛，所以你这会有一个坎在底下，那个是不对的。我以为就是女人是这样子，哦，有露点锁骨，因为要这样才有锁骨，有没有？我们就以为这样有的感觉。所以你要去练。两手的打开背啦，开背拉气拉，你会变那个太平肩了。对，太平肩，你确定吗？太平肩。3位请回来，加1000。对，第一轮12000块，请加入嘉瑞的账号。以为24000，目前是第一关，还有2轮了，下一轮请出题。金钟奖是媒体从业人员的最高荣誉。请问，选择钟是因为它在中华文化中代表什么 ？A. 计时器 ，B. 礼器。请作答。应该是礼器啊，是哪个计时器啊？对，谁要干嘛计时器？当金钟办那么多年，还那么计时器？对呀。金钟上面那个钟就是一个周朝用的那个鼎一样。对。哎呦！啊，因为我有2座嘛。肩膀。哎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B 礼器，那根据金钟的官方解释呢，所谓的编钟是中华古代教化的礼乐。那古人呢作乐的时候呢，钟是最重要的，钟居其首。那希望可以用钟的这种金声玉振来教化大众，开拓我们的视野，提振我们的心灵。那也暗示啊，广播啊、电视产业对我们国家是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哦。现在完全变质。以前又要说什么？又要说什么？不是，以前我们当主持人要考证照，或是证照什么意思？不是你必须要大专院校相关科系才可以。可是当时我们的教育没有那么普及啊。对。像我跟郑经要去主持节目，可是我们的学历都不是大学啊。对。但是呢，我们跟唱片公司有合约，就有相关科系。所以当他可以当主持人的时候，新闻局那时候就有科长把我们叫进来，对，坐在那边跟我们开始上课。所以你要教化人心，做节目不能像我们上面插科打诨的，不能讲违反社会善良风俗什么讲一大堆的。所以这个只是形式上的。所以是官方解释嘛，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。金钟奖现在办几十年，快60年了呢。然后59了嘛。那59年以前的利益良善嘛，到现在你看，叫走中奖，走中，来加5000。下面一题请出题。吃肉不一定代表有钱，请问在先秦时期，吃什么肉会被视为下等人 ？A. 猪肉 B. 兔肉。请作答。有2个人选择不一样，德仔，你想？猪肉为什么？其实我不知道典故，但是我印象中，古代的游猎的时候是会射兔子的吧？那不会吃兔肉吗？不是很确定。应该是兔肉是抓的，没有人养啊，对不对？猪肉是应该圈养吧？对，对不对？立栋，对我是没什么意见的。我只是觉得兔肉相对来讲，可能比较难取得，那你要吃猪肉的话，感觉比较多人，所以下人比较吃得到那个猪肉。对，这是他们的解释，因为兔肉不是人圈养，现在养的人很多嘛。对。那一凡，你选的是猪肉？我选兔肉，因为我觉得兔子取得反而比较容易，猪肉你要花钱花时间去养嘛，才会变大才能吃。可是兔肉到处都是，因为我之前去那个内地的乡下。
然后他们就给我吃一道看起来很美味的，就我一吃的时候，我说这个好吃什么肉？然后他说3杯兔肉，然后我就差一点对，可是因为他们在乡下很习惯，就是他们还在吃兔肉啊，兔头，对。那个大陆很多那个兔头吃的，对，成都那边。而且你看它是大自然食物，老鹰也知道它，对啊，狐狸也要吃它，狼也要吃它，它就是食物嘛。对，还有那狮子王有没有？对，猪跑过来这样休息，在他们眼里它就是食物了嘛，有没有？他在引诱人家追他嘛。那你们的午餐来了，狼就开始追他了。原来大自然就是这样了。对了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猪肉。先秦呢跟秦汉时期的厕所呢都是建在2楼，而且厕所的正下方就是养猪的，那这样可以循环利用，就变成上面的人拉个屎，底下猪就吃你的大便嘛。那所以呢，明朝医学家李时珍他就撰写的《本草纲目》里面有写到哦，他说猪肉啊，他把它叫做屎，那猪肉有个字叫屎，屎食不洁，所以他吃的东西就叫做屎，就把猪肉这个屎跟我们人类的那个大便，谐音了，对，同音，就是因为觉得说他吃的东西不干净，那当然就是下等人吃的东西，也导致猪肉其实很长段时间以前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一个肉类。那是你们养猪的不对吧？方式，那个粪便是应该是灌溉蔬菜的，对啊，怎么会拿来养猪？那就先秦跟秦汉这样养啊。哎呀，真糟糕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3位请休息一下，请加2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在德国有哪个动物是幸运的象征，同时也是情人节的吉祥物呢 ？A. 猪 B. 兔子。又是猪跟兔子，请作答。对呀。这次大家不会再选猪了。对，我爱你，送你一只猪。你没有那么笨呢。对，为什么选兔子？就 I love you too 啊，应该也是这个意思。I love you too， I love you too。我不确定是不是德国，但我记得是欧洲是有人会把兔子的脚当做幸运物，兔脚，对，送给别人。印第安那种，对，兔脚，幸运的兔脚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猪。什么意思？很特别哦，在德国啊，猪象征着幸运跟财富，也是情人节的吉祥物啊。所以你如果去买情人节卡片，在德国常常上面会印着猪的图案，或是还有出很多周边商品哦。那德文里面有个谚语是说你有一只猪，意思就是你运气真好。来3位请回来。这一轮呢，7000块还是保留到第3轮，赢者全拿，进入到第3轮，最后一轮，请出题。不止人喜欢看电视，狗狗也喜欢。请问狗狗最喜欢怎么样的电视节目 ？A. 有其他狗出现 ；B. 有肉及骨头出现。请作答。看到其他狗，它会吸引它在这样跑跑跳跳的。因为肉跟骨头应该是闻香味吧？对。像你家里有养狗吗？有。你会常常放这种影片给他看？我会买狗娃娃给他。狗娃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狗图案的娃娃，玩具的，对，给他咬，对。但是像骨头，他就买骨头娃娃，他也没有特别爱，因为那是他闻不到。陈俊伟，对，因为我以前我们家有养狗，如果狗牵出去，纵然那个路人用什么肉啊骨头引诱它，它都没什么反应，因为它会觉得在家里都已经吃饱。对。可是只要外面有狗，它立刻就冲过去，开始闻它的屁股或叫这样。对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有其他狗出现。美国呢，威斯康星大学就访问狗狗的主人们说，你们狗狗看到什么样的节目会特别嗨呢？发现他们最喜欢看有其他狗出现啊，或者说另外他们也喜欢看足球、动画、汽车，有东西那边咻咻跑来跑去的，他们最喜欢。F1 赛车的，来加5000，这奖金多了，现在12000了哈。有哦。这最后谁冠军还不知道，来下面一题请出题。张立东在节目中是餐饮担当，如果餐厅环境脏乱，甚至有蟑螂，经卫生局稽查属实后，可以做出什么惩罚 ？A. 暂时停业 B. 发函劝告。请作答。
张立东选择的是发函劝告，跟劝告，因为感觉如果第一次被稽查属实，他应该会给你一个时间让你去做改进，对，所以应该是第一次应该是发函，不会到停业这么硬。那律师，你为什么直接就？我觉得其实应该是 A 加 B 耶，但是我不能，我一次没办法按2个。对啊，你是 DJ 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有处理过类似的案子，把我们机器玩坏，我就告诉你。小心啊！我没有处理过这样案子。其实卫生局刚开始如果是轻微的，他可能是发函。对。但如果发函你不听，张立东不听，那就直接把你店关掉。所以其实 A 加 B 啦。那我觉得应该都可以，都有才勒令停业跟。甚至他还可以罚款哦，还可以再罚你另外一笔赔偿金。没有关系，我们有一个答案一定有合理的解释。是的，对，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暂时停业。其实呢，应该是说，对，因为顾客已经去检举了嘛，那检举我怎么会这么相信顾客？我一定是卫生局获报之后，赶快要派员去那边看，去稽查。等一下，可是这样子的，如果我是跟张立东对立干，他生意很好，没错，我拿个蟑螂头放在饭里面。没有，所以他真的他要去稽查，卫生局由卫生局去稽查。如果现场真的有那些卫生缺失的话呢，我依照食安法，我可以说，你现在先暂停作业，然后你赶快清理啊、消毒之后呢，我再来复查。你复查合格之后，你可以复业。如果复查你还是没改善的话，我就可以罚你钱了，就是刚刚说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。对，意思说看你有没有害到什么人嘛。如果你造成了很大危害。因为之前有一个案子就是用那种地沟油，对，给老百姓吃，所以他就罚这么重。大企业啦，有一次我还吃很有名的一个麻辣锅店，吃到捞着到吃到一半，就那一在咬已经半截的蟑螂。天啊，在你嘴里吗？没有，咬起来看到了。哇塞，那真的傻眼。已经大家都吃到一半了，可是那个又是自己朋友的店啊，就算了。等一下跟我说哪一家，我好喜欢吃麻辣锅。然后我们就结账就走了。对。当然，后来有跟他稍微提一下了，也不是故意找他麻烦，是真的咬起来半截。我相信那个不是放进去，不知道怎么样弄，在厨房的就剩半截，知道吗？这种吃的地方的满地都是蟑螂。我有一次去泡汤泡一泡，然后就有蟑螂的那个尸体从我旁边飘过去。你说泡就是跟我一起泡，但是那一家是就是非常好的那个。那待会跟我讲一下是哪一家，因为我也喜欢泡汤。对。但是你用热水去浇蟑螂，会有一种味道很臭哎。啊，我没有浇过，有，我们先浇它也不会死哦，因为它上面本来就有油嘛，是你是要用泡沫它才会窒息啊。它的底部是脆弱，上面不会。对，哇塞！所以有时候上面踩，它还会这样爬。对，还在挣扎。你连蟑螂也可以啊？每个动物就算蟑螂也行哦。然后你去拿东西，怎么跑掉了？然后地上会沿了一条湿的，有拖走了，打不死的。来，两位一起休息一下，加3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日本御宅族文化盛行。根据日本统计，哪一种御宅族花最多钱 ？A. 偶像宅 ，B. 动漫宅。请作答。德仔选择 A 哦，偶像宅。你说？没有什么根据啦，但是就觉得偶像宅的话，可能要跟着偶像到处跑啊，有的甚至会飞出国去跟偶像的演唱会啊，或者各种活动。那偶像也会出周边呐，那动漫本身它应该是花钱也是花在周边上面，对，所以也许偶像宅的花钱管道比较多一点吗？嘉瑞，我觉得是动漫，是因为大家都看动漫，大部分都是看日本的动漫，然后它的周边商品很多，然后就包含几个非常经典的，出到电影啊，出到更多的周边商品。我觉得是动漫。OK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 偶像宅。那日本有个市调公司啊，整理各个领域的所谓的御宅族的人口，结果日本最多的其实是动画宅，有685万人之多。那接下来是去年的榜首漫画宅，那第3名是电玩宅，第4名是偶像宅。所以大家可以知道，动画跟漫画文化根本就是广泛的渗入他们的社会当中。而至于说花的钱的话呢，在前10名里面，偶像宅是花最多钱的，因为每一个人呢大概都花到约2万元台币，因为你要买演唱会的门票，还有你到那
那边的交通费，还有买不完的周边商品。好，从通回来，再加1000，16000块。这回合请进入德仔的账号，来宣布他们3回合的奖金。好，最后呢，军伟12000，一凡12000，立东12000，德仔28000，嘉瑞24000。恭喜德仔获胜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我们德仔，哎，德仔曾经帮大集合配过音哦，是啊，对，很多年，20几年了。来，我们接下来呢，请插卡。好，金库请打开，里面有28000的现金哦，但是先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。来，请出示。 2道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36画的靠嘴吃饭，或是总笔画41画的诗仙提笔。诗仙提笔可能比较难一点哦。差5画是还好，你是说内容？诗仙提笔，醍醐灌顶哦，就超过41画啦，对不对？那靠嘴吃饭比较多啊，对不对？舌灿莲花，口若悬河啊，对，辩才无碍啊，36画。我觉得在这里人站在这里会紧张，我现在想到任何成语都觉得很难。对啊，你常常被帮人家配音的时候，稿子上写很多成语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念就好了，也不用写出来啊。你会需要查？会需要查念法，可是就不会那么注重说他到底是怎么写的。靠嘴吃饭。现在觉得自己真的对老师们都很不好意思。你会选诗仙提笔吗？诗仙提笔那个字比较少所以诗仙提笔，诗仙就李白嘛，所以是李白相关的某一个成语。可是也许只是什么文采飞扬这类的，搞不好很简单。如果是文采飞扬，我 OK， 我很开心。所以我们现在那么简单，对。但靠嘴吃饭的成语比较多一点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困难。36画跟41画，你自己选择一个。对啊，笔画也都还好。我选诗仙提笔好。哦哟，不选靠嘴吃饭，好，请锁定诗仙提笔。那靠嘴吃饭到底哪4个字36画这么简单呢？请看，你看这多简单，巧言如黄。这我真的会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舌灿莲花，巧言如黄啊，对不对？口若悬河，就这些啊。好，结果你不选，来，好。既然不选，我们请准备好了。诗仙提笔准备出题了。如果经过考验成功，28000元。来，请出题。诗仙提笔，你的题目是斐然成章。这个简单，计时开始。来，清楚。都不难了马上你看，都有信心啊。这个字他都知道。对，先选英语那个笔画几画？他在算。对，然清楚，很清楚，然后写密码，好，清楚。他用手写的，用手比较好的，因为笔是很难写。你那个手机有时候也会用手画。停，几秒？哇，厉害！39，你才用39，不到40，你还有21秒斐然成章，还好他选这个对，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。对，来，请公布密码12120611，对或错？哎，恭喜你答对了，斐然成章，幸运。也就是这2题对他来讲不会很难嘛？对，因为这个斐他写的毫不犹豫，我就知道他一定拿得到。对，最难就是这个字了。对呀。来，我们看看正确解答。没错嘛，一模一样，完完全全 OK。没有一个字错，扣不到你半毛钱。恭喜了28000，恭喜德仔，谢谢，真是斐然成章啊！厉害啊！其实刚刚那题他巧舌如黄，他也会啊，也 OK 嘛。对，那黄我稍微想一下，应该就会了。对，谢谢，恭喜你，往前。哇！巧舌如簧，这个簧是一个乐器用的那种簧片，对，所以速度做动要快，所以变像簧片一样，就会发出声音。对，巧舌如口才变很好。对，意思他讲话跟乐器一样，哇塞，高共就是张立东嘛。他讲话很黄啊，不是如簧，是很黄。对，
斐然成章，就是对，反正就是有个气质哦，就很会写，很会说这种感觉，对然后出口成章的这感觉。提笔一来就可以作对那个词作曲。 feel 啊以前很多作词作曲的人，并不是在那边想半天不的，是10分钟写完有很多人可能坐在马桶上，兴致一来，一首歌就写完。马桶上没有，真的灵感刘家昌就是这样写歌的啊。啊对他有提过哦。 ，OK，对，灵感。总而言之，恭喜你了，恭喜笔画完全对，德仔谢谢28000元，谢谢各位今天大家的光临，谢谢晚上8点锁定，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，谢谢祝福各位得奖哦。Battle ATM，Who dares to battle？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